应渊帝君，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哪知道这颜淡小仙子竟然是您宫中的仙士。无妨。没想到颜淡小仙子仙灵上清，写的竟是创世之战。四位帝君忠勇无双，天庭上下理应多多学习。帝君一番苦心，小仙着实钦佩。是他写的创世之战？是啊，颜淡仙子不仅美貌出众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比例深厚。可有戏本？创世之战距离现在已经万年之久了，这史料都没有当年的地形图，还有战况的记载。结果你看啊，这张地形图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而且这儿还有批注呢：9旗族备战之后可以转换视角讲述，这正合我意啊！哎，这究竟是何人做的批注啊？万年前的大战地形，还有出兵策略，都记录得非常清楚。若非是参加过战争之人，绝对不会了解这么清楚。这究竟是谁在帮咱们啊？我知道是谁。谁啊？田螺姑娘。是真的，我在戏本上看到的。这是凡间的一个传说，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凡人，但是生活得很辛苦，于是这个田螺姑娘便在晚上的时候替他洗衣做饭。这不巧了吗？你看看我，也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仙士啊！啊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我太聪明了，我能清楚知悉9旗一族的行军路线，此人或许知道当年灭族之事的真相。本君批注之事，不便让旁人知晓，以免徒增聒噪。应渊帝君平时日理万机，竟然还有时间给颜淡批细本子。看来这个颜淡可不一般呢。哇，如此华贵的宫殿，怎么说也该是位居上仙吧？你深夜造访，不会为好奇而来，意欲何为？不妨直言。你好心为檄文批注，却不想让我看到你的面目，难不成你有什么秘密？喂，别那么小气嘛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谁？9旗遗孤，你能识得9旗之力，那昔日创战之时，9旗抗战之际，你必定到过阵前。你为何人？能否告诉我，他们是因何而亡的？我知道的和你别无二致。创世之战时，我驻守在仙界，与9旗一族不在同一个战场。战争之初，9旗的确骁勇，屡克敌军，但修罗族强悍，各族伤亡惨重，增援有限。或许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。我不信，
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你既然有幸能存活下来，最好忘记这段记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是我……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胡闹！不好啦！不好啦！不好啦！大事不好啦！颜淡，禁制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！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平乱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输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，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。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帝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轻点儿。您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您身，可却伤在河宫仙士所有人的心呀！醒醒，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元君向来身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天一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天一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元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元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一二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元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、尝遍遍及的佳话。既然
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哎，应元君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。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啊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玄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
此书本君苦心编撰千年，还有最后一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十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哼，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1的应元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还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只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鄙视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业暗害，触犯天条。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帝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这深更半夜的不去排戏，在这里晃什么呢？哦，那你帝君深更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吧，用我小人之心夺一下你君子之腹，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是要去火德元帅宫里挟私报复吧？哼，没说话。看来我是猜对了。哎，堂堂的君子啊，这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小人，却不敢承认。当君子有好名声、好前途、好人缘，可唯一不好的就是受了气还得挤出笑脸。而当小人，百害唯有一利，那就是过得好。帝君意下如何？自作聪明，还不跟上？刺激！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。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偃虚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。3天2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哼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，帝君，你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要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
这不是番规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。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。走吧。千载的光阴，6界之外，本君唯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喜好，都不能保全吗？我不敢拍胸脯说我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勉力一试。你竟然能记得？当小仙的本分嘛。若兵书能卖的话，要5-5分成。奇怪，我明明将与你下过所有的棋局都已经记下，那这一局是？这就是未完结的最后一章，无论何解都为何棋，乃4界循环。若以兵法论视为拉锯战，这些年踏遍6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棋圣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真的？让我离开延续天宫也是可以的？凡本君力所能及的，不违天条，不伤他人皆可。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这看似白子是占优势，可若贸然消劫的话，便会自损16子。如若白子不自损，那么黑子也无法攻出。何其，重来。再来。等一下。一子半指茶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心崖。回玄心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。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。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
有了帝君的允诺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休息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贺典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。那你可要报警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你这小人，加速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，才知美景更胜银河。一点点仙力，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给谁的？秘密。秘密？必是没有见过赐福的微末小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干嘛？还给我！本君可提醒你，修仙之人不可有情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龌龊？这是给芷溪的。你们神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天庭既然不让有情，那像那些去凡间历难的仙官，那帝尊肯定管不了他们了。等以后我下了凡，情劫本就是历难的一部分。知晓情爱之苦，放下执念，才能无欲无求，只求苍生。本君劝你，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你动过情吗？自然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？哼！深夜擅闯天机阁，是何宫何殿所派。所谓何事？哇！他们自尽了。他们不会是魔族派来入侵的吧？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没吓着你吧？我没事儿。参见帝君。帝君料事如神，前日宫室被捕获的魔族奸细投诚招供，交出魔界兵防图的假消息，投诚是假，为我们除祸是真。人心难测，他们自然是心机。若要一一排查思玄所用无双镜画出的通道，彻查在仙界潜伏的内应，几日是查不出来的。他们既然选择自己动手，那定会清楚利落，永绝后患。各宫可还安稳？一切按帝君调度，叛军一与各宫奸细接触，便会被绞杀。各宫暂无动荡。这三人应该是来偷取魔界的兵防图。既然已经收网，那你们随本君去玉清宫上禀。是。桓钦还在魔界巡查，吾借封赏魔界之由，让邪神玄香上仙界一趟。吾倒要看看，
他是否真的没有反叛之意？此次魔界已派300叛军窃取兵房，图杀人灭口。贼子以尽数羁押，思玄以无双镜破解了结界已封。只是，天魔结界，乃是上世元尊冉青的元神所化，时间久远。若是魔界存心破之，迟早会找到新的破口，对吧？没错。修补元尊的结界，绝非易事。即便是倾尽仙力，力竭而亡，吾也未有十全的把握。此事，你让吾再想一想。结界之事解决之前，你将天兵天将调整至临战状态，一定要防患于未然，防止魔族的进攻。应元君，这仙界的上仙之，这是何人？严旦。严旦。无知仙使。玉清宫是让你打瞌睡的地方吗？见了帝尊还不行礼？拜见帝尊，小仙是延续天宫的仙士，名叫严旦。严旦，是你赐名的那株4叶汉丹？啊，是的，帝尊。他如今在延续天宫服侍，上次因抓捕魔族奸细有功。今日降服魔族奸细时，他意在侧，因而天兵将他带来了玉清宫，以备帝尊问话。严旦，处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回宫？哦，好的，好的。严旦祝帝尊一生平安，天寿未央。严旦告退。站住！你有功啊。为什么要急着走？吾要赏你。不过，此时到了仙界宵禁时分了吧？应元君出入天机阁是要处理兵事，你呢？一个低阶仙士，为什么要去天机阁？小仙。应元君，吾记得你的仙士甚少，只有青云和陆景吧？此女化为人身之时，你救过她一命，现在又在你的延续天宫伺候，倒是有些机缘。如此趣事，怎么不跟吾说一说？帝尊，仙士调配本来就是微末小事。仙神不得有情，这是上世元尊陨灭之时定下的天条。此女若是对你动情，便是在挑战天罡。帝尊，请您为小仙做主。为了应元帝君的清誉，请您将小仙逐出延续天宫，也算救小仙一命。小仙原本是玄心崖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使，奈何突然有一日碰见了应元帝君，他欺负我仙鬼，小仙一时激愤，便上前斥责，责怪应元帝君不该欺辱天庭神兽。奈何应元帝君堂堂的一个帝君啊，如此心胸狭隘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便把小仙调入了延续天宫，开始实施疯狂的报复。帝尊面前，你休得胡言。
一公之大，添砖补瓦，打扫拖地，洗衣做饭，全部由我一个弱女子来做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呀，帝尊。够了啊！你这小仙牙尖嘴利，颠倒黑白，分明是你损坏了本君的混元玉带，尚未修好，如今就想离宫。帝尊慧眼如炬，他怎会轻信？小仙没有胡说，帝尊，请您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，帝尊。那你深夜去天机阁，所为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小仙最近写出了一出戏，名叫《创世英雄传》。这出戏是小仙为瑶池盛宴特意写的。可是白天的时候，延续天宫的差事实在是繁忙，小仙只能晚上到皮相殿偷偷练习。可奈何晚上的时候，月黑风高，小仙一时迷了路，便碰到了应元帝君与贼人交战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有一颗为六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赤诚之心，便勇往上前。仅是如此吗？是真的，帝尊。若帝尊愿意的话，小仙可以现在为您表演我已经写好的段落。话说万年前，天地初开，日月混沌，人与妖。哎，好了，小小年纪这般聒噪，别说应元君了，吾都想罚你。先是严旦，违反宵禁，殿前失仪，罚用灵书笔抄天条100遍，限明日午时上呈凌霄殿。是。有错当罚，有功当赏，小仙一定会抄写天条天规的。那这仙器灵书笔是不是可以赠予小仙啊？应元君，勿忘了思玄的前车之鉴和天条的情戒。实属无奈，为了证明你我二人纯洁的关系，只好出此下策了。刚刚帝尊说的思玄，不是妙法阁的前掌事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说来听听嘛。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情有心伤，帝君难道无心吗？帝君想什么呢？说来听听，分享一下。回宫。灵书笔，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个很厉害的法宝，没有想到只是抄抄天条就能得到如此厉害的法宝，真是赚着了。这笔怎么回事儿？心眼杂了吧？这个灵书笔重达1000斤，无法靠仙力御物抄写，只能用苦力了。不到10夜，你这胳膊就报废了。好歹也是堂堂6界的帝尊，怎么心思如此歹毒？严旦，不可编排帝尊。玉清宫里严刑无状，帝尊没送你去天星台，这已经是宽仁了。哎，我看你现在是过河拆桥，狼心狗肺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帝尊也看出来了，我们两个暗通款曲。要不是我演技好，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天星台等着受罚了。你这个人从玉清宫回来以后就神神秘秘、心事重重的，难道不会被帝尊说中了吧？
你犯了情戒。活够了。哦，难道是你跟思璇？是我杀了他。你为什么？他犯了情戒，天星台上是我处决了他。冰锥刺骨入髓，反复无休，极寒刻骨，痛若凌迟，至死方歇。思璇在妙法阁当差数千年，多少上仙的法器都是出自他的手。他对再卑微的仙士都是柔声细语，关怀倍加。他受的这一些苦刑，皆是因为动了情。天条是修仙成神之本，不容例外，也不容打破。无论是人还是神，都会有七情六欲，可天庭的规定不让神仙动情，这就违背了天性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应渊，从今往后，定要以你的母亲为戒，谁若犯戒，你也要亲手处置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的罪孽。我会杀了你。帝君，天兵处众将皆已到齐，正在院中等候。100遍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美军各拨出2支精干小队，轮班交替，于仙界各个要害之处防守巡逻，严查死守。天机阁天兵处如有进出者，除帝尊与4帝君外，都需要严格的盘查。如今情势微妙。小仙不得不问句不吉利的话，如若魔界率兵来袭，共同攻打东南西北4大天门，各军正值小队换班之期，是否会打乱我军阵脚？无妨。本军的兵书当中，讨论最多的就是多战场拉锯战，正好能解此顾虑。4节循环，这棋局又称长生劫。听闻帝君带着此局上下求索近千年无人可解，不知是哪位上仙竟将此局给破了。有朝一日，他要是获封上仙了，那仙界岂不是聒噪极了？这棋局，正如这棋面所示，看似巡逻防守的小队是贤妻废子，实则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你说这破局者究竟是何人，竟如此高明？是啊。严旦，抄好了吗？你要是求本军帮忙的话，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，本军可以帮你抄10遍天条。方才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让你谨守天条，莫做出离经叛道之事。
本君可真是想多了呀！以你的懒，再给你几万年也修不到上仙，连灵书笔都敢要，也不怕把牙给崩了。没规没矩，连个睡觉的样子都没有。做一粒偷笑八荒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雨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，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尽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约，一次看懂万物飘萍，而后轨迹都偏向你。望着你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，但你为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。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半颗心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字写得比你更丑。频频问尽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约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向你迁徙。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眉紧走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生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，就往浮云皱褶。100遍天条。哎呦！啊！啊！
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抄完的？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严旦今时不同往日，一日更比一日厉害，我看了都替他开心。严旦没进野须天宫之前啊，不知道是谁说他只有靠别人的命呢。谁能想严旦后来者居上，日后恐怕芷溪得靠着严旦了。芷溪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严旦才是双生莲中的强者。这些话是谁和你们说的？此次肃清仙界，偃须天宫仙士严旦扮作妙法阁副掌事，除奸除魔有功。天机阁外为保仙界机要，助清离帝君应渊，剿灭魔族乱党，忠勇可嘉。吾特赐灵书笔一支，可为仙官仙士表率。原来整个天宫都已知晓我的无能了。芷溪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看来你的妹妹拿你的无能邀功去了。你堂堂一个副掌事，居然要靠一个仙士来救。你妹妹在帝尊面前邀功请赏，与自己的跟班编排你的无能，你还真是不辜负我的期望，把我妙法阁的脸都丢尽。知道你怨恨不甘，可这羞辱你的告示是帝尊亲手所书，你任意揭露，可还把天条戒律放在眼中吗？芷溪知错，知错，那就捧着他，贵族3个时辰，让那些路过的仙士都来你身旁看看，你的好妹妹对你有多好。芷溪仙官，那些混账话都是平日里开玩笑说的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严旦平日里和你们说我是弱者，是无能之辈，拿这种话开玩笑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没说过。走。严旦平日里最在意这个姐姐，要是她知道我们说错了话，闹了这一出，那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。过几日瑶池盛宴，一切顺心顺意，芷溪自然就释怀了。你可别再多说话了啊！好。原来我对你的种种，在你看来不过是玩笑罢了。